在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商货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收银。银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母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！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老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任务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两个毕竟也算是萝莉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两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这样子就烂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鬼总部，狗东西！你究竟是哪个？我是白鹤怀药王谷的神医啊。你母亲可是姓文？你刚才使用的鬼总部是我改良过的，普天之下我只教过他一个人。是，那又如何？苏哲，你和白神医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你母亲的名字可是叫温若锦，小名阿鹤。是。那你是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帮你起名字，贺怀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白鹤南飞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是有卵子，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安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你跟我这些讲屁的族规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族规，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！哼！木月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，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忆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出克了我魁的身份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
叔，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也敢在我降魔法杖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，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什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嗯。这个苏哲实力未免也太过恐怖了。毕竟，他曾经是离大家长之位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呢。回去我就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次，我们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啊。可是，想要家主下定决心跟苏家的人死战到底，似乎还缺了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你母亲死后，我又偷偷去过几次温家，发现你不见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去药王谷学了医。你回了我们温家那么多次，一次也没有与阿娘相见吗？不，在她临走前的那一晚，我还是见到她了。什么？那天你外公终于不再拦我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。他是在我的怀里死去的。那时你还小，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，很安稳，一夜都没有醒来。但是我外公的口中，你却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欺骗了我阿娘的感情。这个糟老头子！但是在我阿娘口中，你却不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我就想找到你，亲口问问。那时候年轻，只要觉得喜欢，便大过一切。以我的能力，定能对抗暗河的规矩。我原本打到他们都快同意了，可是当他们听说那姑娘是温家的千金，就连大家长都不愿帮我了。哎，还是不行啊。狗弟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自然是，女儿到哪我到哪，女儿指东我不往西啊。那这样就不算违背了你们暗河的规矩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大家都不讲规矩，那就各凭本事喽。好，那等我治好了大家长，你就和我一起去南边。好是好，可是为什么呀？女儿啊，你这么尽心尽力的要救活大家长，是不是看上苏沐雨那小子了？都说沐雨是暗河100年来的第一美男子，看来所言非虚啊。不过，看上暗河的男人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不是我说狗爹，你怎么连自己都骂？那什么原因啊？那自然是因为
给钱啦！哎呀，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过，我们还是要等到医治好大家长再走，不然之前的努力不就全都打水漂了吗？而且，暗河既然受了我们这次恩情，总不至于还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家人团聚了吧？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营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是我的原则，让追随我的这些人，成为了被家族抛弃，在暗河中无可依附的亡魂吗？魁大人，刺蛇，打扰魁大人独处了。神医和哲叔在谈事，让我先把伤药送来。刺蛇，先别着急离开。魁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你入朱营的时间，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短的吧？嗯。上一任四蛇1年前突然重病离世，魁大人便在众多人之中选择了我。是啊，当初若我没有选择你，你如今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是我拖累了你。魁大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我们暗河是坏人吗？收钱杀人不问因果，世人闻我们之名如见恶鬼。江湖朝堂有多少人与我们结怨，也有多少人想将我们诛之而后快。我们是坏人吗？我们当然是。可谁生来就愿意当坏人呢？我生在暗河穆家，自有记忆开始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之人。我以为加入朱营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，直到遇见了魁大人。您是我在暗河中遇见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是您告诉我们，加入朱营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为了守护而死。多谢你们。但我守护的是魁大人，不是大家长。我想陈龙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坏人，即便后来成为了坏人，心中所喜欢、所向往的，也仍旧是善良的人。魁大人，若暗河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么你便是我遇见的第一束阳光。魁大人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。
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华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谢奇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，另外传信给谢奇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奇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死灭关，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。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穆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华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华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华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穆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穆子哲就是个疯子，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
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木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师父，方才不屑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。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。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书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。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喂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就算不错了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。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昌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昌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捏面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眉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虎，
姐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直美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开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林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
你那个红痕就会背负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头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。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朽了一枝眉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
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啊，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朱影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